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道道都好吃餐餐陪住您的全球百年酱料品牌李锦记联合冠名播出。厨王拼手艺，周转看实力。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杜小满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一的金龙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今天残酷喽，我们将产生一名成功突围的选手，爆改小吃为主题。既然让我再返场，我是信心十足。那个人赛好像一个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我觉得我做到了自己想要表达的。可以再比一轮哦，挺有信心的吧？接下来将进行投票。10年后，紫微星拿高，盐酥鸡鱿鱼。后来居上啊，就是打平嘛，有可能。9宫格末位淘汰赛，第一轮开始。本阶段各位均带来自己的拿手食材。哇，这也太大了吧！我的天！轻松上阵的话，我觉得我有赢面要大一点，还是想展示更好的一面嘛。应该可以走到最后，就是大家都挺经典的，那就经典之中更经典。哇！你真的不给任何人留任何余地呀！At your young age like this, I think you can go really far. 但是我唯一的想问一下，蟹肉在哪里？没有入味。既然是素果的，就一定要取干净。I give you 5，因为太普通了。我觉得他挺冒险的，我评不了了，我要弃权。好，各位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残酷喽。今天我们将产生一名成功突围的选手。得到抢位战这个信息，让我再来一次的时候，我是信心十足。既然让我再返场，我一定要努力的去表现它，把精致的美食美味带给大家。就想再试一把，再做一次菜。那个人赛就会好像一个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做好自己想做的，然后走到下一轮，然后冲击总决赛。今天注意到我们录制的场地呢，摆满了各种的小吃摊，有没有看到？没错，今天的抢位赛呢，就是跟小吃有关。小吃可以说是我们普通人最日常的味觉记忆。我认为能驾驭大菜，固然体现了厨师的功力，但是如果能让这些平凡的小吃重新焕发生命力，那则更见厨师非凡的创意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将以爆改小吃为主题，4位主厨将在你们的眼前所有小吃摊中选择一种小吃进行创意改造。街头小吃又有大家对它的一个固有的概念，你很难把它做出花样来。这10样东西都不好改，改良的同时又不失原来的风味，让更多的人去接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肯定有难度，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趣的，就是发掘食材的更多的可能性嘛。大家一定还要注意啊！第一，改完以后一定还是要好吃的。第二是他改的有没有创意，或是有没有让你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同时，我觉得，毕竟它是小吃，我觉得还是要符合小吃文化精神，这个很重要，经济实惠。这个小区都是地方特色鲜明的，所以在消费者的心目当中，它已经有一个固定的层次，所以呢，要想爆改它，其实难度是挺大的。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给我们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创新的小吃。好，肯定的。看一下，选什么？想好了拿什么改啊？看看烤红薯。红薯也是一个好的食物。天气热，想吃点甜点。看一下鱿鱼啊，这是宁波人的特色，你的强项。这个是盐酥鸡。哇，我想吃这个。
盐酥鸡做的好吃也好吃，盐酥鸡啊，香脆啊。水果冰浆，哎，这个冰浆是甜品喽，一直好像甜品在竞赛中会比较比较对，比较劣势，比较劣势一点。你做水果吗？考虑一下，天气热。哎呀，这什么糖意？糖意。对，这个造型我做不出来。章鱼小丸子。哎，这个也可以，但是这个工具有点麻烦，我们还没带啊。哎呀，麻糕，来品尝麻糕。哎，这有点难度。一般做菜的不会做点心。嗯，来吃个烤肠。哎，好。爆浆。我觉得香肠和红薯其实挺好爆改的啊，真的对哈，因为它就是一个基础的食材，可以做成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它可以当主，也可以当副。好了，各位主厨，现在可以介绍一下你们选择的是什么小吃吗？那我选的呢是一个烤红薯，虽然烤红薯一般是冬天才会吃的，但我来到这我觉得很热，然后我想就做一个冰与火的甜点。哇哦，听起来挺可口。冰与火，我选的是一个盐酥鸡。Yes 。这一次就是想做一个非常 old school 的一个盐酥鸡的一个呈现。对 ，old school 的盐酥鸡。我选的是那个铁板鱿鱼，打算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现它，做的更加精致一点，搭配一些蔬菜去制作。我今天选的呢是常州的麻糕，毕竟在常州拍，也是有点常州情怀。我也要抓住大众评委的心理，因为摊主大部分都是常州本地。其实我蛮期待麻糕的，因为麻糕在这里也是他们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点心，然后就是也是要打破这个方块，这个我觉得也是有点难。可是盐酥鸡要爆改怎么爆改呢？而且它必须是酥和脆和香，对吧？对，它肯定要炸。它也可能换内容，也有可能，盐酥虾或者是盐酥里脊是吗？都可以，或者是味道上面变一变，原来是焦香的，它搞成塞一点辣，麻辣的，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味道。好的，那现在各位主厨的小吃已经选择完毕了，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次的爆改小吃的评判方式。本轮评审团由4位节目评委和5位小吃摊主共同组成。4位节目评审呢，我们每人共有2票的投票权。那5位小吃摊主呢，每人共有1票的投票权。那获得最高票的主厨将直接晋级下一个赛段。本轮的限时是90分钟，改造完毕之后可以提前按铃。3、2、1，开始。爆改小吃的话，味道好，这是最基础的。其次，它肯定拍照要好看。拍照好看这件事情，在小吃摊上很难。在户外小吃摊，你不像你在餐厅，你有很完善的设备，会有一点局限。我适应场地能力非常的强，因为我们也经常出去做一些街头的活动啊。对于我来说的话，都没有影响。难点在于你既要有足够的创新，然后又要保留它原本的小吃的那个点。那他们在做的同时，我们可以去点别的摊子吗？你没吃早饭是吗？我吃了。你一个减肥的人，你就不要去想你要吃的。你不是在全平台说了你要减肥吗？所以我今天我不吃完，我不会吃到碗底盘底，就是全场。很难不吃完。全场。哎，你这个决心下了，是真的决心吗？我反正出道到现在，大概每2年都会有这种决心，只是你有目标吗？就有多少斤的目标？我想瘦13公斤。13公斤，26斤啊？对，我想啊。想，有时候想得美。不是，我想先吃看本尊长什么样子嘛。吃完本尊才知道它爆改成什么样子啊，不然我们怎么比较，对不对？哎呦，头头是道。哇，香肠！哇，这个香卤的，这个真的好香啊！各来一个吧。哇哦！
它有那个就是可以剪开一小块的那种，这有小的。嗯。嗯。嗯。哇，谢谢。嗯。你准备把这个全吃完？没有，怎么可能？我想瘦13公斤。哇哦，那个章鱼烧厉害。你每个都要吃的吗？既然来了。哦，既来之则安之。对啊。这个爽口。来，帅哥，怎么了？哎，手拿着，手拿着，然后呢？往那吹气，我吹呀？对你吹。好，放在嘴里，放在嘴里，放放在里啊。好，慢的，轻轻的，哎，再吹，一直往那吹气。我有点缺氧了。慢慢的，啊，再饱满一点，好像也瘦了点，瘦了一点。啊，谢谢。你在说我吗？不，不是，马瘦了，马又瘦了。好，啊。哇！哦，哇！马到成功，祝大家。那个猪也吹得好大啊！哇！常州一怪桌上摆，黄里透红常精彩，土鸡蛋里配有机米，咸甜交织香天外。这个应该说的就是常州萝卜干炒饭吧？没错，这就是常州有一怪萝卜干当下酒菜的萝卜干炒饭。来，周老师，你尝一尝。很好吃。米有什么讲究吗？还得周老师您，这炒饭里的萝卜干是来自我们常州新杂，米饭是全黄大米，还有溧阳竹海的土鸡蛋，还有我们本地的荠菜，口感层次特别好。往这来一点。哦。郝老师。哎，老师好。这个今天我做的这个常州的麻糕爆改啊，改了4种口味。哦。那这个麻糕呢，其实我们是很担心的，因为麻糕，是常州地区非常有名的啊，而且有100多年历史的，而且深受老百姓喜欢和认可的这样一个传统美食，所以你要爆改它呢，要想超越它，其实难度是很大的。哇，感觉小东老师那个是有点大工程哦。对，他在自己揉面。揉面开始。我还蛮期待小东老师的。其实我做的麻糕小了它的3倍啊，个头变小了，价格也变亲民了。第二个，口味也多了，做了4种口味，它分不同层次的人都喜欢吃这个。首先拿猪油跟面粉做成油酥，油酥做好了以后放旁边醒一下，面粉加水，开成水油面团。把水油面团摊开以后，把刚才的油酥包进去，包完了以后开始开酥，开成平的，让叠起来叠3层，再擀平，再画成3条线卷起来，它里面层层叠叠卷起来3层的话，至少36层以上。它这么热的天开酥，其实挺有挑战的。其实，在开酥的过程当中，还是真的是有点难度的。温度会影响到你的油面跟酥面分离，因为猪油是冻的，温度一高，它就会变成水。从开酥、叠酥、下剂、包馅，必须控制在25分钟之内。加上各种馅料包进去，有甜有咸，萝卜丝的、黑芝麻的、海苔肉松的、芝士榴莲的，口感应该出来会不一样的感觉。包完以后，上面是光滑的面，刷上鸡蛋液，沾上芝麻，这个就是粗坯已经做好。好，开始。Larry 跟那个他们俩肯定都是 fine dining style。就看不出来 Larry 做啥。平常大家吃到小吃可能就是比较随意嘛，
就是可能拿一个串就给你了。作为西餐的厨师，鱿鱼上面的话，我可以给它搭配蔬菜呀，以及不同的酱汁去进行创新。首先呢，分别把荷兰豆还有百合去焯水，过冰水，保持它的脆度跟颜色。鱿鱼呢，切成那种菱形的花刀，然后去快速的飞水，让它起那种卷状。最后再加入一些泡椒，下鱿鱼去炒，加入蔬菜以及茶酱，大火去快炒。然后炒完之后呢，没有那么的油腻，整体的味道更加丰富。那我觉得莱尔这个可能看起来最好，因为它那个香，复合味重。盐酥鸡并不仅仅指的是鸡肉，还有甜不辣呀、米血糕啊、豆角，所以我想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于是选择做一个鸡卷。鸡腿肉先改刀嘛，然后让它变成一个薄的，然后厚度比较均匀的一个状态，然后里面包了传统的盐酥鸡摊他们会点的东西，一个是米血糕、甜不辣、红薯，还有一个豆角，这个就是他们最经常会选的几样东西。我起名字叫全家福，然后它就是一个我想要呈现的所有的盐酥鸡里面所有的元素，然后把它包在了一个卷里。单纯的去包进去的话，它会很容易散开，所以我打了一个鸡肉慕斯作为一个粘合剂，让它们包得更紧一点，配搭在一起吃，有肉有菜。鸡肉慕斯又可以比较弹牙一点，然后鸡肉的话又是一个盐酥鸡本身的一个状态。鸡肉慕斯都进去了，又饭dining了，又搞出米其林的感觉了。然后它肯定裹那个要裹3光在这儿的呀。炸出来它会是一个很酥脆的一个状态，然后里面的鸡肉会是一个非常多汁的一个状态。现在想找这种地道小吃还真不容易啊。用高德扫街榜呗，这可是10亿人用脚投票的真实榜单。你看，这都是真导航到店、真信用评价、真熟客常去的，跟着吃准没错。看一看，果然，更真更全的美食榜，就差高德扫街榜，不踩雷。听起来好像00后要做2个，他说冰与火是做2种，冰激凌和烤地瓜是吧？放一起啊。可能大家的思考的角度不一样，可能他们比较简洁一点。像我这次做也不是纯西式，就是比较融合一点嘛，把它爆改，产生一些街头小吃没有的风格，但你同时还要保持着街头小吃本身的一些特性。我就完整运用了整个红薯的不同的部分嘛。像红薯的肉，我就加上一些薯粉，做一个芋圆。我想突出烤红薯那个烤的因素，所以我用了黑朗姆酒，它有一些焦糖的香气啊，就增加一些烟腻的口感。我用了皮，再加一些黑糖，就熬了一个糖浆。因为红薯皮你烤完上面有很多糖油这样的，炭烤的味道啊，各种都在那个皮上面。还有一个炸的红薯片，增加一些红薯的香味，还有那个一点点质感。现在做的是冰淇淋。OK。去看那个紫微星打那个冰沙的时候，我说这风险太大了，这么热的天，在外面你打冰沙，不是你自己看好了能上，直接送到人家嘴里面，你这东西会化掉。用了一个牛奶和 cream， 还有一个蜜香红茶。桂花龙井2个茶叶去搭配了姜，为什么搭配姜呢？因为姜汁番薯糖水就是香港很地道、很传统的一个甜饼，所以我就将这个灵感带进来。茶和姜这个雪糕可以令红薯整个甜点就是比较清新一点，没有那么腻的感觉。冰糕打出来了。比赛时间剩余20分钟。这烤箱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烤箱，它的温度控制只是它不是很精准啊，那就要靠眼睛去看。所以你看，我不停地在那开箱，然后看它。好，哇，漂亮漂亮。哦，冒油了，好了，
可以写个菜单在上面，是吧？我的好了，忍一忍，不装了，等一下。比赛还是有规则的。我参加过若干次的比赛，第一、最后都很难，中间是最好，所以我觉得我第3个去。剩余时间8分钟，请抓紧时间。盐酥鸡他们的摊位上会用那个红色的篮子，然后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东西放到那个篮子里，它就会帮你炸。我想呈现的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台湾街头的小吃的这种感觉。我好了。同样都是海洋里的食材嘛，所以我就挑选了一个看起来很美观的一个扇贝的壳，去作为铁板鱿鱼的容器。点缀了一些西餐中常用的搭配甜品啊或者海鲜类的带有酸味的一个可食用香草。好累，走。都完成了。安格斯那个太复杂了。快点，安格斯。安格斯还在切地瓜干嘛？摆盘用啦，做底托。耳朵都红了。他一着急耳朵不就红吗？慌了。我还有焦糖坚果，不用那么碎。接下来将按照按铃顺序出餐。第一位出餐，我要出鸡。开始出餐了。快点，安格斯。他片片都没撒。他要先放雪糕才能放片儿。快点吧，安格斯，快点！安格斯这个好高级啊！必须的。他这个弄得太高级。必须高级。但一个一个菜长，其实挺伤的。冰淇淋也化了。对啊，你看他还得再等10分钟，外面又更热啊。那你冰淇淋包化了呀？我按铃的时间比较晚一点，我的甜点有脆片，有冰糕，这样几分钟内就马上食用，那是最佳的一个效果，就很着急。哇哦，哦，有盐酥鸡的味道哦。他把所有的小吃卷在了一个卷里面，做了一个传统盐酥鸡的一个 Plus 版。我觉得他的想法是很好的，他致敬这盐酥鸡的一个大套餐，炸得很好。盐酥鸡做得比较好，我感觉比较接地气。所以它酱汁给了它味道，就不怕没有底。请我要出鸡暂时回到你的灶台。化了，稍微来点，都化了。你好好比好不好？我就拜拜了我。哦，沙茶爆炒鱿鱼。沙茶爆炒鱿鱼，非常好吃，味道还是很足的。我没有想到这个鱿鱼加这个沙茶酱啊，感觉还挺特别的。鱿鱼改的也比较好，而且它的这个火候掌握的也比较好。请江南 Style 回到你的灶台。接下来请陶晓东出餐。好了，东哥安格斯是第4个哦，你第4个啊？你这都化了。算了。室外温度也挺高的，又晒又热，对于那个冰糕的维持那个程度还是也很担心。哎呦，这是爆米花吗？爆米花。我的天呀！我今天做了这一款常州麻糕的爆改，4种口味。他这个想法好好，先吃咸的，再吃甜的。它真的是把这个给升级到一个另外一个层次，这吃起来就是软软的、绵绵的，然后在你嘴里融化。很酥很酥，它的调味加上这个酥皮真的是很香。麻糕好吃是吧？也比传统麻糕口感更丰富一点。哎，减不了肥了。这4个吃完可不时间不少哦。都化了。没有，看的是创意，这是温度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哎呀，急死了！你看还在等，很麻烦啊。它这样就没有冰火了。它前面下面还是热的。对呀，炒的热的。它这个就完了，等它上去就是一坨汤了。
好了好了，它那个成水了，化掉了。哎呀，颜值最高的菜没上。我帮你端那个，你端这个不是，我俩就 service， 然后他就跟他后面跑那个，咱还是一个 team。好，最后的 team 了。哦，他们俩都帮他端，他是3盘，因为它这挺沉，它里面还有石子儿呢。先走吧。旁边配的这个银杏叶呢是糯米做的。完了，回去了，你硬气点儿。这个事情应该说的。这个季节正好是银杏有点绿、有点黄的时候。还要等？不要再等了。不要等了，再等就别上了。失落，就很着急，也有就心想前面的可不可以快一点？我的菜品虽然完成了，但还在等待，就很不好受的。因为你知道自己将会呈现的是一个不是那么的完美的作品。但是那个已经没有什么补救的空间，有点无力感，然后也会比较失落。请00后紫微星准备出菜。好的，辛苦啦。久等了。哇，这么精致。哇，这真的有爆改到哦。来自香港秋冬的一个灵感，差不多到冬天的时候呢，你在街上会看到那种铁皮车，就推着那种炒的栗子啊，炒那个番薯啊那种，你老远就闻到那个香味，你知道，哎，冬天要来了。最后还有一个番薯，这就是把番薯弄干了，然后刨出来，最后的增添一点糖分。它的最底下是一个用红薯还有一个黑朗姆酒做的一个红薯丸，上面用了桂花龙井姜做的一个冰淇淋，炸的红薯片配上一个焦糖的番薯刨上去的一些粉，增添一下烤红薯这个味道。旁边就配了一杯冷泡茶，让你吃完整个甜点之后解一下腻。冷泡茶，这个思路真的不错。阿克斯这个好高级啊！这都能当主甜品了。关键就是不同程度的甜叠加在一起。对。接下来将进行这一轮小吃爆改的最后投票。开始投票了，这个有点比烂了，都蛮厉害的。哇，这个也挺激烈的，只有一个人可以晋级。对啊。接下来由小吃摊主进行投票。我投票给那个00后紫微星红薯，陶晓东的麻糕，投给那个盐酥鸡，投给我要出去的盐酥鸡，陶晓东麻糕。尽管我做了40几年的麻糕，但是今天从这个爆改的陶晓东做的非常让我很意外，特别还有一种榴莲，想法非常不错。谢谢。因为本身我也是做盐酥鸡的，然后这个我要投鸡这个做法上很惊艳，出餐速度也快，炸的也是外酥里嫩，包含它的一个酱，看完之后很爽口的一个感觉。谢谢。现在拉瑞还没有票呢。接下来，请专业评审和大众评审进行投票。所以我可以投2票，投给不一样的人。对，这个悬念也大了，对，这个很大，因为他一个人2票的可以分别投。对。好的，经过了这么多期，我也可以拿出我专业的一面了。以我这个专业的一面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会投给麻糕，但毕竟我不是专业的，我要回到我大众评审的身份的话，我觉得今天我个人觉得最好吃的是鱿鱼，江南 style， 对。终于有了。好的，目前周老师一个投给了麻糕，一个投给了红薯。投给陶晓东老师的麻糕。 5票了，赢面很大了。我的第2票和周老师一样，也是红薯。下面差了2票嘛，就剩2票了。他如果2票都给紫微星就赢了。平票，可能有这个机会，肯定有信心啊，不可能有担心。啊，那我的选择是红薯。红薯，还有1票机会。后来居上，就是打平嘛，有可能。他第2票很重要。红薯其实是我在这里面比较喜欢的那一款，它的这一款可以当爆款去打的。麻糕非常惊艳，这个压力大了。特别爱小东老师的那个麻糕。恭喜陶晓东老师得到了6票，
成功的晋级下一赛段。谢谢。好，麻糕呢，在常州麻糕的基础之上做了一个改动，特别是在馅心的方面，既有传统的萝卜丝啊、黑芝麻，也有这个榴莲，馅心的口味也调得非常准确。其实当它端上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秋天真的是到了，好像就是站在他的摊位前，等着他那一锅出炉的麻薯，吃的满嘴都是烫烫的，就是特别好吃。麻糕真的太好吃了，当我吃过这一口之后，不管它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都想去追着去买一份，它在我内心里是满分。麻糕这个馅儿里面的食材都可以很清清楚楚的咀嚼到跟品尝到，麻糕就不用说，酥的一塌糊涂，颠覆了我对麻糕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以专业的程度来讲的话，它真的是把这个给升级到另外一个层次。这个红薯，它是一个很有幸福感的一款小吃，然后每一层都很好吃，口感都很丰富，但是呢，它的摆盘有点过于精致了。他强调了这个冰火二重天，他没有把它把握得很好，所以冰淇淋是融化了，也没有冰。比较失落的，有点后悔吧。最后出来那个效果不是我最理想的，那时候没有做一个很好的补救。可能如果我最后在客人面前去放那个冰糕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好一点的效果。临场那个反应不及时，然后经验比较就是缺乏了一点。我要出鸡呢做的这个盐酥鸡呢，做了一些很好的改良。它炸的方法保留了，鸡肉保留了，这个小吃的感觉也保留了。但是呢，鸡肉里面的这种味道，可能腌制的时间呢偏短了一些，就是盐酥鸡的味道也跑掉了。我觉得沙茶的这个鱿鱼刚好击中我的味蕾，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吃沙茶酱，这道菜是我觉得最好吃的一道菜。那现在也很遗憾，就是有3位的主厨将要离开炙热游戏的舞台。那想请问3位老师有什么话想说吗？其实能够走到今天已经是很意想不到，毕竟我也是很年轻，经验也没有其他人那么的丰富，所以来到今天我已经很心满意足。至少到今天为止，都把我自己想做的、想表达的菜式都做出来。虽然最后的呈现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让我看到很多不足的地方，还可以继续去努力。我参加这个节目最大的收获是团队的其他6个伙伴们认识了他们，然后到现在变得熟悉，大家互相去探讨厨艺上面的东西。然后谢谢潘帅喜欢我的菜。其实对于我来说，能走到这一步，我已经是赚大了。走到现在，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激，跟大家一起并肩作战，并且跟这么多的老师傅学习请教，还有他们对于做菜这件事情的认真的态度，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可以激励到我们这年轻一辈，然后可以继续在这条路上一直坚持下去，一直走得更远。这是我觉得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是最大的一个收获。江湖见了，希望你们能烹饪出更多美味的食物，也谢谢你们给我们吃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很棒，真的很棒，很好吃，辛苦啦！这3个年轻厨师经过这一次比赛的这个锻炼，在技术，在这个团队协作方面，其实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未来一定会做得更优秀的。江南美食先在常州，感谢本节目文旅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常州鼎力支持。恭喜陶晓东成功晋级下一赛段，请与晋级区的小伙伴汇合吧。加油！加油，陶老师，加油，加油！谢谢老师，谢谢。欢迎在本轮爆改小吃当中获得胜利的陶晓东加入9强队伍。哦 ，Hello， 东哥，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好，再次恭喜陶晓东成功晋级，至此炙热游戏百厨大战9强全部诞生，我们将在下一赛段当中顶峰相见。
今天还有一位神秘嘉宾来到现场，让我们欢迎1.8米海洋科技创始合伙人林志峰。恭喜大家晋级！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加油食材，1.8米乌金贻贝王，我们的明星单品，盒装的活贻贝。谢谢，谢谢。贻贝我擅长，我给大家露一手，看我的吧，来。好。不愧是基因好、住得好、长得好、买得好的1.8米自好贻贝，个大肥美，还不用吐沙。不愧是大厨，肉质紧实鲜甜。我们一起去给大家尝尝吧。好，走。历经层层突围，炙热游戏百厨大战终于迎来了备受瞩目的9位强者，击成了本阶段的9宫格末位淘汰赛。厨师们将面临主题多变、节奏紧凑的多轮创意料理比拼，唯有最能适应主题、最能征服味蕾的5位强者，才能赢得通往最终王座的入场券。接下来有请行业评委。本阶段的行业评委，他们是周小燕、邱琼，以及亚洲首位世界最佳女厨师奖获得者 Pam。接下来有请大众评委潘玮柏、刘涛，以及做客嘉宾资深干饭王高瀚宇。主厨们好，欢迎大家的到来，也恭喜大家进入了前9强。我们上一轮呢经历了我们的团队战、经营战，那么今天又会迎来新的一战。首先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大众评委高瀚宇。大家好，萝卜糕。Hello， 大家好，我是高瀚宇。然后我呢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然后也喜欢健身的人。那为什么健身呢？就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美食。所以今天也是非常期待各位主厨们能够给我献上的每一道美食。那你对美食的标准是什么？我对美食其实我不太挑食，但是如果哪一道菜可以让我手舞足蹈的话，那我觉得这道菜在我心目中就绝对是一道美食。今天期待你好的舞蹈。好。Ni hao. Hello everyone. I'm Chef Pam from Restaurant Potong, Thailand, Bangkok. And I'm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and to be joining the panel today. And I'm gonna judge you on the following criteria. First, taste, technique, creativity, personality, and presentation. So I believe that today might be some of your last day in the stadium. So give your everything. Good luck. Thank you. Pam也是一个个人风格特别突出的 chef。去年获得了亚洲50的 Female Chef 嘛，然后也是首个亚洲获得世界这个奖。他非常的专业，就是我觉得他的评判标准是非常有国际视野的，而且就是非常严格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还挺开心他能来，对这种现代西餐的认识，我觉得他还是更超前。离决赛只有1步之遥，希望你们打起精神，拿出你自己的拿手绝活。我们的评委也一如既往的严格认真，我们一起加油！9强的各位，今天是你们新的挑战，你们准备好了吗？期待你们的表现。本阶段各位均带来自己的拿手食材，这一次考验的不仅是纯熟的技艺，更是你们对食材的深刻理解以及个人烹饪的哲学。请大家做好准备，迎接这场创意与厨艺的双重考验。准备好了？好。Follow me， 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奶茶咖啡 Follow me， 夜宵酒水 Follow me， 出行应急 Follow me。双11上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
立刻现在点这里，淘宝闪购好福利，淘宝闪购心动礼物鲜花蛋糕，现在有红包红包红包，免单免单，天天抢。双11上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有人问我，为什么我喜欢用天然水做菜？水和水不都差不多吗？一看走地鸡和饲料鸡看起来差不多，走地鸡的鲜美来自自然中的味道，水也是一样的道理。天然水拥有大自然的禀赋，用它煲汤能提升汤的鲜味，所以我推荐农夫山泉。这是大自然的好水，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农夫山泉。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李锦记蚝油系列，鲜熬型味更鲜，高端蚝油销量第一。厨王拼手艺，周转看实力。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杜小满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营养均衡就吃金龙鱼1:1:1，金龙鱼1:1:1调和油，全球销量第一。本节目由百厨认证弹出好功夫的陈克明华夏软坛面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我家海鲜慢长成，闭着眼睛放心吃的1.8米赞助播出。江南美食先在常州，感谢本节目文旅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常州鼎力支持。9宫格末位淘汰赛，每位选手都带了自己的一个记忆中的食材。9宫格里的食材，我觉得在正常上为主。土豆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食材，那包括其实豆腐也是家常便饭，大家都能看到的。但是要去做一道让你惊艳的菜，我觉得难度也是高的。I think it's very interesting, all the 9 ingredients, because some are similar, but many are different. Includes like luxury ingredient like abalone and crab, to very simple one like the tofu and potato. 赛程共包含3轮激烈比拼，9位厨师拥有60分钟限时，需使用个人拿手食材呈现一道个人代表杰作。待评委品鉴完毕后，将根据菜品的呈现、创意与风味，进行1到10分的综合评分。如厨师超时，则每超时5分钟，扣0.5分。获得排名第1的厨师可以指定第2轮比拼食材，排名最末的厨师将直接淘汰。首轮对决即将开始。哎，比赛开始前要不要先练练手？用陈克明华夏软坛荞麦面快速做2种口味的面，这太简单了。来，哦，酱汁均匀，面条软糯 Q 弹，这一面的功夫不一般啊！这个就是陈克明华夏软坛荞麦面的强项，面条含优质荞麦，低钠低脂，吃得爽还没有负担。果然，40年的坚持品质匠心做好面，哇，加油！感谢支持。 9宫格末位淘汰赛第1轮，都来了，第1名谁不想？想在现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还是想展示更好的一面嘛。自己跟自己对话，轻松上阵的话，我觉得我有赢面要大一点。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对自己也有点期待吧。倒计时60分钟，比赛开始。 我觉得蟹跟虾海鲜蛮多的哦，但是蟹跟虾还能有什么做法？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更像一只螃蟹，也到了这个年纪，其实也是经历了多次的蜕壳，结合了这么多次的人生低谷期，其实我也打造了这样的一道菜。甜咸全能王也是做螃蟹。 那我没有像各位老师那种招牌菜，我卖了10年、20年、几十年的这种菜。那唯一的就是说，哪些食材上运用的次数会比较多？桂鱼，对，淮扬葵花狮子头，是国宴的一道菜啊。
我们今天口福好呀，厉害啊！狮子头又代表了东方醒狮文化，是非常好的一个寓意。所以我想用狮子头来做一个呈现。哇，这条鱼也太大了吧！我的个天，你真是要食人了这鱼！哇，因为我要江湖食人鱼，所以我的菜肴呢还是围绕着湖南的本地的一些味型。鱼头，我是从学徒的时候就开始，20几年，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餐厅都会有不同的鱼头，这就是给了我很多的经验。就是大家都挺经典的，那就经典之中更经典。翠东鲍鱼，本帮菜非遗的传承人，那我还是会以纯上海菜的那种技艺跟味道，然后到呈现去做一种展示。What are you making today? I'm making a potato on top of potato. Actually, potato is a very simple ingredient. Yeah. Yes. You know, if really simple, it means it's really difficult. Yes. Have to make everything perfect together. 因为本来我做意大利菜，所以 gnocchi 也是我一直想在各个场合做的一道菜，让大家知道我在做什么。许孝红也是简单的食材。我在川渝地区长大，我妈妈常跟我说要有豆腐精神。我们北方小孩小时候都会有对于槐花饭的记忆，它也是连接我做菜生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我觉得经典之作应该就是当家门脸了，是他最惊艳、最厉害，大家最能够感同身受的好吃的。同时呢，也是让选手他自我的这种技术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得以很好的彰显。我希望能够被每一道经典的菜给击中了，整个我都想吃。伟博哥现在是完全不去健身房。为什么？完全不去健身房，从来都不去健身房。没有，你之前也练的好不好？我没有练，我是天生壮。好凡尔赛啊！我们在玩的面前，我天生壮。我之前听到过很多伟博哥的事迹。谁跟你讲？就是不管怎么样，只要伟博哥生气了，请他吃碗面就好了。不管多大的气，一碗面就搞定了。这种节目怎么生气啊？一直在吃，生气都来不及了。我给你看，涛姐，我前2天在那个录节目，然后去吃碗面。哇，看着就好吃。这个是你自己拍的？不是，我是录节目，然后那个店家截图的。太扯了。因为我那天也是录节目，然后我们进了一家店，说这家店的面特别有名，羊肉面，对，羊肉面，然后我就吃，然后就一看，我有建议他，网上我建议他换一张照片，换一张好看一点的，换一个角度，人家都是这样的，我的，哎。那各位厨师们，今天咱们既要比手速，更要拼谋略，把灶台当战场，把食材变武器。记得用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囤够货，那再战喽！双11上淘宝闪购抢100万免单，还可以抢最高111元的无门槛消费券，真是很强大的后勤补给了。大家加油喽！比赛时间还剩3分钟。请各位抓紧时间出餐。好嘞。多想的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先做好。第1名谁不想？对我自己准备的菜还是挺有信心的。相信可以完成的非常好。时间还剩1分钟。Nice。9宫格淘汰赛，比赛时间结束。接下来，每个人将轮流接受评审。首先，请张志成进行出餐。我感觉我特别有压力，就是我们餐厅比较热卖经典菜翠东鲍鱼嘛。下面是葱啊，它下面是葱。上面是葱，下面也是葱。哦。
那么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这个团队比较经典的一道菜——脆葱鲍鱼。我们也一直放在头牌上，也确实带火了，大家都开始炸这个脆葱。葱搭配着鲍鱼一同食用，感受脆脆的葱跟用葱油煨过的鲍鱼。中餐呢，可能我认为的逻辑不是1+1等于2，是1+1等于3。那么通过这个葱香、鲍鱼香结合在一起，产出了一个新的味道。这个脆葱鲍鱼确实有一段很长的这么一个研发过程，也改版了很多次。现在确实是整个团队的努力，才有了今天这个脆葱鲍鱼。把鲍鱼煮了，然后切了，将鲍鱼肉柱的部分去掉，更好在下一步盛放脆葱，把葱切了炸了。然后再烘一下，那么脆，就是它脱水了，然后熟化之后呢，它糖分就变高了，浓缩，香味集中，然后就拌到一起，就这样。是因为这道菜，大家称你为90后天才厨师吗？我觉得那是别人为了博取流量给我扣的这个东西，我没有这么认为过。普通厨师吧，我万千中的一员。我是到了后期做了厨师之后，我发现做饭比数理化易懂。我不喜欢学，学不了。我中考的数学才20分。我就是看完《中华小当家》，我觉得就是学做饭我更能理解。我喜欢做饭，做饭它撑不起我。好好做饭，好好学做饭，就是付出会有回报的那件事儿。在你现阶段的人生烦恼是什么？我人生的规划的烦恼就是我现在单身啊，我想尽快的组成我自己的家庭。我没有生活呀，我这厨房啊，天天都在，而且我那个岗位，我每天见的都是客人。哦，先吃嘛，好。可以把鲍鱼拿起来，葱带着鲍鱼一块吃，要吃上面的脆葱。请评委们针对这道菜进行1到10分的评分，所有评委分数的平均值就是该选手的平均分。我给这道菜是9.3分。哇！谢谢。因为其实我这人是不吃葱姜蒜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脆葱是我愿意多吃几口的一个葱，不觉得有任何葱的过的气味，但就觉得吃到了香和微甜。一端来的时候，我看到你的食材是鲍鱼，然后上面有很多的葱，我想说就是鲍鱼嘛，对不对？就我吃的时候，哇，这是鲍鱼，就是让我对品尝鲍鱼有不一样的一种味觉的回忆跟记忆。鲍鱼的口感处理得很好，它既不是那么脆嫩啊，也不是那么很软烂，稍微有一点点韧劲，但是呢，并不影响咀嚼。哦，评分有点高。谢谢谢谢。张志成的平均分是8.15分，我有点低。I give you 5. That's like half of the plate already because you serve only the abalone and the crispy scallion. I wish there is more surprises on the dish. So I think like, you know, in this competition, I want to see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very surprise and wow and, you know, take me to roller coaster of flavors. But the abalone is good, but it's
it's good and that's it. It's not like this, you know. 好严格，好严格。毛心请出餐。哇，来了，土豆来了。我都不知道它这个土豆要怎么做的才能够让我们打高分。土豆很难，因为太普通了。我觉得它挺冒险的，啊，蛮敢的，做土豆上来。对。我做这个土豆是因为我刚开店的时候有一个老爷爷住在我的楼上，然后他是瑞典人，他特别喜欢那个吃 potato roasty， 所以他一直到我这儿想让我帮他做一个土豆的 roasty， 因为他说那是他童年的回忆。他每个星期天都来，他老烦我，他老是说要不然我跟你说说吧，然后后来我就好吧，然后我就做了，他一开始觉得不好吃，他说这不是我儿时的味道。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摸索，然后后来做出来了。大概可能过了半年左右吧。然后因为他每个周日都会来，然后突然有一个周日他就没有来。过了2个星期，他的太太来了，带着他的2个女儿，然后说老爷爷已经走了，但是我想带着我的女儿来体验一下他喜欢的味道。老爷爷走了以后，他太太会时不时下来喝杯咖啡啊，或者干嘛的。对，也会跟朋友在我那边吃饭什么的。所以这个故事给我触动很深，就是一个这么平凡的食物能够让人有这样的回忆，以及把家里的人都扭在一起。我选用的是甘肃的土豆，它比较绵软，水分相对较少。所以我用了3种不同的方式去展示这个土豆。首先，我去烤这个土豆。一般我们烤土豆会放一个盐床，保证的就是它受热均匀。上面要用叉子把它扎一扎，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水分会烤出来，它不会那么湿。因为做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土豆不能水分太大。烤熟了，土豆出来以后就必须要马上做，因为它热的话它就会反潮，不停地吸收你放进去的面粉。我用泥做了一个土豆做的丸子。这个丸子在意大利语，它有点像 air pillow， 就是空气一样的枕头。这个丸子做的最好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它看起来是有形的，但是它吃到嘴里是化掉的，就像你吃了一个有形的土豆泥一样。揉它的时候，其实就要靠手感，然后加了一些奶油跟玉米去做类似于气泡的一个酱，很清淡。直接用奶油做的话，它就太重了，吃起来会负担感很强。然后包括它扒下来剩下的皮，我是进行了一个煎制。所以整个口感是酥糯，还有一个 foamy。That's the whole dish I want to highlight。那吃的时候需要拌吗？对，我建议大家拌一下，因为整个这几个东西是在一起。So I suggest you mix everything together and eat, because the sauce has the acidity. 请6位评委针对这一道菜品进行评分。3、4、5、6、7。评分结束。毛心的平均分是8.53分。谢谢老师。Well, I love your dish. I love your personality that I see on the plate. And I think you're very clever of choosing potato because simple ingredient can be done so many different ways. And the simpler the ingredient, the more you can put in your personality on the plate. 土豆丸子呢，它不是黏糊糊的，是 QQ 弹弹的。土豆泥非常的丝滑，口感、口味都非常的准确。整个菜在你的嘴里面是一个融化的状态。这个土豆绵密到口感像奶油，而且很香。本来是碳水，我挺想留个肚子的，但是我也全部都给它吃光了。好，谢谢。
谢谢。我真的还想现在就再吃一碗，真的有吊到我的胃口，然后让我希望你马上再帮我 refill 一下。谢谢老师。辛苦了。下一位，请陶晓东出餐。这个也很期待啊！听他刚刚讲完之后，啊，他说他参加过很多国宴，都是他这道菜上去。而且国宴里特别期待的就是这道经典名菜啊。谢谢。谢谢。哎呦，哇，这个量大管饱啊！这不光是管饱的问题，这多漂亮啊！哇，这是窗花啊！我今天做的这道菜呢是淮扬葵花狮子头，在上面的那个花格窗是海棠花格窗。海棠意喻着富贵，所以每一道菜品的背后都是传承的餐饮文化的故事。我是3代从厨，我的老爸是乡厨，我的外公曾经也是厨师里面的佼佼者。我7、8岁，我家里就是开饭店的，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在灶台边长大的，就明显的看了阳春面怎么下的啊，青椒炒肉丝怎么炒的。我老爸的创新菜也挺多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能思想去做菜的人。从我的厨艺生涯当中，启蒙老师肯定是家传，但是真正意义上是我跨出家门来到扬州，在扬州求学的道路上认识了周小燕老师，拜他为师。师傅收徒弟的几个条件是非常严苛的，第一是一定是有文化，一个有文化的厨师，有见解的厨师，他对食材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师傅说了，好好画画、素描、写字，好好练刀工。我们学厨师的时候，那时候16、17岁，带个砧板，拿个刀去菜场上面给大众劈方干、切肉丝、剁肉泥，什么都干。从早上、中午、晚上，周六周日从来没有睡懒觉的习惯。你不学淮扬菜，你根本不能理解说刀跟手均衡的时候，用刀口一刀一刀的刺激你的双手。每一次你感觉破了以后，你要再去劈的时候，那个感觉，你才知道把它劈薄了、劈平了，你就成功了。没有2000块、3000块的方干劈出来，你的刀工是不会跑的。所以我到了国宾馆上班以后，250桌、300桌的宴会出餐，45分钟结束，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小时候30、50桌就历练过了，所以历练锻炼是很重要的。今天做的这道菜呢，更是表达了我在扬州30年的对淮扬菜的理解。因为在国宴上上到狮子头的时候，它一般是联系的是猪肉。但是很多的中东国家它是不能吃猪肉的，那要去融合这一道菜的话，我们会选择长江流域的桂鱼。桂鱼又称湖中石斑，它的质感鲜嫩，堪称石斑之美。当然，我又加了咸蛋黄，让咸蛋黄跟桂鱼喜相逢，美味鲜嫩各不同。这也是一个创新，在创新的过程当中，我又加了一个味道，四川泡菜的味道。我们把川菜的味道跟淮扬菜的口味、鲜味充分的融合。桂鱼的软嫩鲜香，咸蛋黄的翻沙出油，加上酸汤汁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在上面又做了一个海棠花格窗，海棠意喻着富贵。又是富贵有余，年年有余，所以用的桂鱼、狮子头。哎，我很好奇哦，对，小龙老师，就是一般做国宴是只有您一位吗？还是会有很多主厨在那边？国宴它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承，需要很多位大师在一起，把川鲁淮粤浙闽湘徽的各路人才聚集在一起。把中国的味蕾展示给世界。哦，那会不会紧张？当然，才开始肯定会紧张，
经过多次的国宴演练，那需要的是我们对烹饪的理解，更多的是对烹饪科学的理解。怎么样把科学烹饪运用到我们的实战当中，让美味鲜嫩的食材展示给大众食客。请评委们就这道菜进行评分。肯定有信心啊！像这种比赛的话，我已经来过多少回了。统计完之后，小东老师的分数是